你有没有发现游戏慢慢的增加不同生物的样式和细节了呢？不管是变种鸡、变种猪、变种牛，它们的样式都发现了一些变化，而且在游戏中还有新增了萤火虫以及很多的装饰物品。具体有更新哪些？接着我将在这影片中一步一步的和大家分享。在视频中，我主要将 25W02A 至 25W10A 的更新内容以及内容更改，统一的整理在同一个分类，方便大家了解最新更新啦。在 25W02A 的版本又更新了以下的内容，其中包括了变种猪、野花畜、枯叶和吃食的合成配方改动。首先我们看的是猪的变种，猪的变种有分为热带猪、寒带猪和温带猪，而温带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猪。在变种猪的外观有新增了猪的模型和对应生物群系的皮肤。不一样的变种猪其实也需要在特定的生物群系中才能发现到它们。在沙漠、丛林、热带草原、二地等生物群系都可以找到热带猪。如果是寒带猪，你可以在雪林、针叶林、风系森林等生物群系中找到它。那么温带猪就是除了以上的生物群系中都能发现到它的种影，猪只是换了它的皮肤和模型，但是它的实际用途呢还是一样的。这里如果你让不同的变种猪进行繁殖，它们繁殖出来的孩子就是从它们父母的变种随机选择的哦，并没有说哪一个几率会比较高，这里要注意一下。接着还有新增的野花畜，和粉红色花束一样，都是一种装饰品。当你对它使用骨粉的话，它就会长出多一边的花。接着当花都长满4格的时候，它就会掉落一个野花簇。或者到它后还可以拿来分解成黄色染料。同样的，它也能拿来吸引蜜蜂和繁殖它们。可能你也会有同样的疑问，它是否可以放在花盆上装饰呢？这里我有测试的，是不能的哦。另外你可以看到树下有新增的一些东西，这个就是枯叶。枯叶可以在森林、黑森林以及二地中发现到它们，而枯叶的样式也会随着不同的生物群系中发生变化，但是用途还是一样的。当我们放置出来的时候，也会有一点像野花簇一样，在同一个空间呢，也是能容纳4个枯叶，而枯叶的用途可以在熔炉里当做燃料来烧制物品，使用2个枯叶就能烧制1个物品。同时你还可以拿叶子来进行燃烧，烧完过后你就会获得到这个枯叶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接着在这个更新还有更改了磁石的合成配方，这里只需要1个铁钉和8个雕纹石砖就能合成出来。而磁石的获取途径也可以在废弃传送门的战利品宝箱中找到1到2个的磁石。紧接着在 25W04A 有更改了物品显示的内容，主要看的是十字弩。在之前版本的物品展示框，如果你放置装填后的十字弩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的哦。而现在的更新有优化了这一点，让装填后的十字弩在物品展示框也有对应的物品显示。其次是容器的物品显示，就像前银盒一样，其他的容器也会显示前5格的物品，但是我有测试到中介盒的物品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哦。接着 25W05A 有更新了牛的变种、灌木丛和萤火虫灌木丛。萤火虫灌木丛主要可以在沼泽、红树林沼泽和二地等水源的草地中找到它们。这里如果我们徒手破坏它，是可以直接获得到它们的，而不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才能获得到它。在这里也可以使用骨粉对它使用，来让它生长得更多。当夜晚来临时，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在附近，而且还会伴随一些环境音效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你在它的上面放置方块阻挡它的时候，是不会发出任何环境音效的哦，除非你放上的是树叶。在这里我们继续看的是灌木丛。灌木丛是一种新的装饰性方块，你可以在山地、森林、白桦木森林、河流等生物群系中发现到它们。当你直接破坏它的时候，是不能获得到它的，你只能通过使用剪刀或者是精准采集的工具破坏它，才会掉落自身的方块。同样的，你也可以对它使用骨粉，就能让它长出更多的灌木丛。作为植物，它也是可以在堆肥桶上使用，并且有 30% 的几率增加1层的堆肥层。最后，它们是能放置在泥土类和耕田上的哦。同时，像是野草处也是一样，都可以在这里放置。再来，我们要看的是牛的变种。牛的变种一样有分为热带牛、寒带牛和温带牛。温带牛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牛。你可以在外观上看到不同的变种牛都有很明显的变化。牛的鼻子和猪的鼻子一样有凸出来，不同的变种牛它们的牛角都有一点不一样。
和其他的变种动物一样，也是需要在特定的生物群系才能找到它们。在沙漠、丛林、热带草原、2地等生物群系都可以找到热带牛。如果是寒带牛，你可以在雪林、针叶林、缝隙森林等生物群系中找到它。那么温带牛就是除了以上的生物群系都可以找到它的种营。最后在游戏里它只是更新了牛的皮肤和模型，并没有变化太多的游戏内容。再来是 25W06A 的更新，这里有加入了鸡和鸡蛋的新变种高枯草丛、矮枯草丛和仙人掌花。在沙漠和2地等生物群系中，你可以发现到矮枯草丛和高枯草丛，它们的高度都只有1格高，并且就像枯萎的灌木一样，它可以放置在沙子、陶瓦和泥土类的方块上作为装饰。如果你对矮枯草丛使用骨粉的话，它就会生长成高枯草丛。再使用多一次骨粉，高枯草丛附近就会衍生出更多的矮枯草丛。可是你要获得它，不能直接徒手破坏，你只能使用剪刀或精准采集的工具破坏，才能掉落它自身。而它的用途和枯草一样，可以拿来当做燃料，每2个枯草丛就能烧制1个物品。作为植物的一种，它也能拿来堆肥。接着要看的是仙人掌花，它能在沙漠和2地等生物群系的仙人掌上生成。想要获得它，不需要任何的工具，直接徒手敲就能获得到它了。如果你把它分解的话，你还能获得到这个粉红色的染料。在1到2个的仙人掌上，有 10% 的几率会生长出仙人掌花。在3个以及更高的仙人掌上，有 25% 的几率生长出仙人掌花。仙人掌花的生长机制和仙人掌一样，在四周都需要空间它才会长出来。作为花的一种，它也是能吸引和繁殖蜜蜂的哦。但是这里还是不能放置在花盆上，这里要注意一下。再来我们要看的是鸡和鸡蛋的新变种。鸡的变种和其他的变种动物一样，有分为热带鸡、寒带鸡、温带鸡。顾名思义，温带鸡的皮肤就是原有的鸡。如果你想找到变种鸡，你可以像找变种牛、变种猪一样，因为它们的生物群系都是一致的。在沙漠、丛林、热带草原、2地等生物群系中都可以找到热带鸡。如果是寒带鸡，你可以在雪林、针叶林、缝隙森林等生物群系中找到它，而在其他的生物群系中就能找到温带鸡。就和其他的变种动物一样，它的用途呢都是没有变化的。但是变种鸡还有变化了一个东西，也就是变种蛋。不同的变种鸡都会产下属于它们的鸡蛋。以上你看到的就是属于它们的变种蛋。温带鸡的蛋就是原先鸡蛋的长相，热带鸡的蛋则是棕色蛋，而寒带鸡的蛋就是蓝色蛋。每种的蛋只能产下特定的变种鸡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生物群系中使用，都是一样的哦。在合成台上使用不同的变种蛋，也是能合成出对应的食物的哦。而在 25W07A 有调整了制图师和流浪商人的交易内容，和更改了羊的生成机制。这里先来看一些小变动。在这个更新有增加了收纳袋的获取途径，你可以在村庄的战利品宝箱中找到它。在骆驼的部分，现在也会在这个沙漠中自然生成，而不是只有在沙漠村庄生成罢了哦。另外也有增加了蘑菇牛的模型，并且这里呢也是可以看到它的鼻子是凸出来的。然后这里要看的是羊的生成机制更改，羊的羊毛颜色现在是取决于它所在的生物群系中决定的，也就是说想要看到特定颜色的羊，只能在特定的地点才能找到它。有关于哪种生物群系会出现什么颜色的羊，我就不赘述了哦。你可以在视频上的表暂停来看一看。在这里还要看一点，当我们剪掉羊毛的时候，羊的身体也会显示羊的颜色了，而不需要等它长出羊毛来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。那么关于制图师的调整，也就是更改了一些交易的价格，并且不同着装的制图师也会出售不同颜色的旗帜图案。具体的表格我也放在视频上了，你可以暂停看看有哪些变动。再来是流浪商人，流浪商人的交易物品有追加了新群系的物品，就像是红树原木、苍白橡木原木、苍白苔藓块、野谋花、野草树、高出草丛和萤火虫灌木丛等内容。在关于水瓶、水桶、牛奶桶、发酵蜘蛛园、烤马铃薯和干燥捆换取绿宝石的交易次数由1提升到了2。在 25W08A 的更新，加入了狼的新音效和更改刷怪单的纹理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狼的新音效，新音效总共分为有6种。
每种音效里面包括有狼的喘息声、受伤声、死亡声和嚎叫声等等。这里加上原本狼的音效，总共就会有7种音效，而每只狼的音效都会从里面随机选一个音效。这里就给大家听一听，看你分得出哪一个是原本狼的音效，以及你更加喜欢哪一种音效，都可以在留言下方跟我说一下哦。再来要看的是刷怪蛋的纹理，在打开创造者模式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刷怪蛋居然有特定的生物外观的。不只是这样，这个刷怪蛋的大小也会根据生物的大小比例相配的哦。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样就舒服多了呢？接着在 25W09A 的更新加入了倒下的树木，这个倒下的树木总共有5种，分别是橡树、白桦、高白桦、丛林和云杉树。在倒下的树木上，有时你还会看到蘑菇和藤蔓。另外除了草甸、竹林、河流和雪林外，所有会生长出以上的树都会有出现倒下的树木哦。但是要注意，在繁花森林中只会出现倒下的白桦木，而不会出现倒下的橡树哦。最后在 25W10A 的更新加入了新的游戏界面和追加了活塞推动的音效。在打开游戏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界面，这个界面就会显示一些新的更新内容，比如说是枯草、高枯草丛、仙人掌花和骆驼的新机制之类的。再来要看的是活塞推动方块的音效，当我们在激活活塞的时候，活塞破坏掉前面的方块，就会发出对应方块被破坏掉的声音。如果像是之前的话是没有这个声音的哦。最后这个视频制作不易，不妨帮我点个免费的喜欢并分享出去哦。当然也别忘了点个订阅支持一下我。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